诗荣，咱们认识了有10来年了，这些年，咱们一起经历了不少事情，也认识了不少人。那些人始终只是过客，而你，始终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。我爱你，嫁给我。回家吧。你这都挑老半天了，你挑好了吗？这不行啊，这挑来挑去也没几个合眼缘的，你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吧，这临时工，不行，这事儿挺难办的。你不行，我来挑。你看，这个看上去挺老实的。这个你这长得有，这配不上淑荣。这个总行了吧？挺斯文的，又年轻。这个长得还行，但是我听说他妈脾气不太好，那淑荣嫁过去不得受婆婆气啊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啊！我看你就是活活要把牛淑荣往那个劳改犯身边推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那个劳改犯在厂门口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已经向牛淑荣求婚了。求婚？啊？你啊什么啊？就是啊。就在厂门口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真不嫌害臊。不是，西梅，我跟你说个实话啊，我觉得齐伟对我妹那样好像是认真的。你看那天在厂子里边，二话不说上去就救我妹，我这当哥哥的都自愧不如。你说我最风光当兵那几年，也没能给淑荣做点什么。这回呢，淑荣要是真喜欢那个齐伟，真想嫁给他，就让他们结了。牛成国，你是疯了吧？你脑子烧糊涂了啊！你亲妹妹要跟一个劳改犯结婚了，你还觉得可以？那是个劳改犯，是坐过牢的。再说了，你不为你妹妹想想，你为你自己想想行不行啊？你以后还想不想调动工作？还想不想提干啊？到时候你工作一提干的时候，家里一政审，有个劳改犯，你提个屁呀你！他们俩结婚，我绝对不同意，不可能。哎，那你不同意？行了，你们俩别吵了，先吃饭吧。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。我还有事情要宣布呢。妈，您要是要宣布淑荣结婚的事儿，我就不出去了。反正你们牛家想跟劳改犯扯上关系，我一个外星人我没有办法。我相信我要说的事情你肯定感兴趣。我们单位要分给咱们家一套房子，我想趁着大家伙都在的时候，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。你要是不愿意来呢，我也不勉强。坐下吧。齐伟在啊。齐伟，
今天这顿饭是我和你叔叔特意为你准备的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家淑荣。吃吧，啊，都吃吧。哎，我们呐，也不图别的，就图儿女平安。你能那么护着我们家淑荣，我们谢谢你。来，这杯酒，就算是阿姨敬你的吧。阿姨啊，我应该做的。来，好，吃吧，大家吃吧啊！吃吧，哎。哎，你看看他，真是把这当自个儿家了，也太随便了吧！看着去。我记得从前你吃什么东西都喜欢蘸白糖，这毛病没改呢吧？拿糖。我们家淑荣啊，就喜欢吃糖。那时候啊，什么都是凭票供应的。凭票？对，凭票。咱们家哪来那么多票啊？所以啊，也没有那么多糖给淑荣吃。有一次呢，你叔叔的一个学生给我们家送了一包白糖，淑荣啊高兴坏了。从那以后啊，不管吃什么都蘸白糖吃。我们当知青的时候，有一回大家伙一起包饺子吃，淑荣就在那儿翻箱倒柜的找，我们就问他找什么呀？他说找白糖。找白糖干什么？吃饺子得蘸白糖。吃饺子得蘸白糖，我们笑话了他整一个下午啊！阿姨，看那点出息，来，蘸白糖吃。真是难为你，这么一件小事，你还记在心上。哎呀，淑荣的事儿，在我这儿都是大事儿。阿姨啊，我想照顾淑荣一辈子。您二老能答应把淑荣嫁给我吗？哎呀，你快坐下，你干嘛当着我那么多人面说？七伟，我们这个女儿啊，样样都好，就是我跟他爸把她给耽误了。耽误了。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，你能不能够始终如一的对她好，一辈子？阿姨，这10年来，我的心中只有她。我会对她好的，一辈子。那行，我们同意了。好事，好事，来，我们同意了。敬你们俩啊！等会儿吧，妈，您刚才不是说有房子的事儿要说的吗？是，我是要讲讲房子的事儿。今天呢，也算是我们老牛家双喜临门呢。上级要分给我们一套改善性住房，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挤在一块堆儿过日子了。这是好事呀！按照政策，我们可以分到一套大的房子。我是这样想的，这套房子呢，就给淑荣和齐伟做结婚用的新房吧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啊？好，来吃吧，大家吃吧。爸妈，你们慢吃，我不太舒服了，我先回屋。
哎，还没吃饺子呢。没事，来，没。咱们吃咱们。今天晚上对我来说太非同寻常了。没想到，我现在有了你，还有了一个房子。我一个劳改犯，居然现在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。以后不许说什么劳改犯不劳改犯的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从今往后没有劳改犯，只有幸福的齐伟跟牛淑荣，听到没？新梅，是不是胃不舒服啊？喝点热水啊，暖暖胃。陈哥，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部队的日子吗？记得呀，我这时不时的就能想起来。我也很怀念我们在部队的生活。那个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空间，自己的小屋子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多开心啊！新梅，我这还是第一次听你说怀念部队的生活，我还以为啊，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，你都不愿意提呢。哎，你记不记得，这每天起床号一吹，我扑棱一下就从床上蹦下来，倍儿有精气神儿啊！还有咱们去那个食堂吃饭，都得排队，但有什么咱们吃什么。你最爱吃那个糖醋小排。陈国，我最怀念的不是这些，我最怀念的是那个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房子，可以过我们的2人世界，你懂吗？我们现在住的也是自己的房子呀。那不一样，我们现在住的是你父母的房子。这房子里有你爸，有你妈，还有你妹妹。我怎么着都像是一个外人，我只能待在这个几平米的房子里，哪儿都不能去，哪儿也不想去。你看新梅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你可不是外人啊！哎，是不是妈又说什么话给你气受了？妈上岁数了啊，这老小孩嘛，回头我劝劝她啊。那好，你就去劝劝你妈，把那套新房子给咱们吧。啊？不是，那刚才吃饭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？那房子留给淑荣结婚用。那叫说好了吗？跟谁商量过呀？他问过你的意见吗？要是真有新房子，那不应该先紧着你吗？你是长子。新梅，你要这么想的话，那有点过了啊。那房子是妈的，妈愿意给淑荣，愿意给我，那都得听她的嘛。再说，淑荣是我妹妹。是，你当哥的心疼妹妹，愿意把房子给她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房子要真是给淑荣，那也好了。问题是你妹要嫁人了，嫁的是那个劳改犯。你听说过哪家嫁闺女还送房子的？咱们家淑荣是赔钱的货呀。我们总不至于大方到把一房子白白送给一个劳改犯吧？是，那齐伟他是劳改犯，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那谁让淑荣她铁了心就爱上齐伟了呢？那齐伟也就快成为咱俩的妹夫了。就算为了我妹妹，我也愿意让他们住这好房子。陈国，要是咱们俩以后有了孩子呢？你还打算让他住在这个又冷又破的小屋子里吗？
徐梅，我知道你跟着我呢，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努力改善咱们的生活条件。可是你要说现在让我去抢淑荣的房子，我这当哥的我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。新梅，咱们不聊这事儿了，好吧？先把这热水喝了，要不然等一会儿凉了之后，你胃就硬更难受。你知道我胃为什么不舒服吗？怎么了？因为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新梅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怀孕了，我们的宝宝会在这个小破屋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。陈果，这就是你当初给我许诺的幸福啊！不是，那你怀孕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我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的。我有了这个孩子，我特别难受。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做他的父母，因为我们没有条件给他足够好的生活环境。所以我想，我就偷偷把孩子拿掉了，我一个人难受就好了。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来过，他走了你也不会难受。你可不能这么干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，新梅？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。我直到今天你妈说会有一个新房子开始，我真的觉得才有了一丝希望。我觉得我们有条件可以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，为什么不去争取呢？我现在要去争这个房子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我们的孩子。新梅，你怀孕了，对不起啊，我误会你了。行，那我跟淑荣说说去，我试试。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正好我有事儿跟你说呢。是吧？嗯，好，那行，那你先说。我跟齐伟啊，我们俩聊了好多事儿，一下子觉得生活特别有奔头。是吗？都聊什么了？厂里不是给我发了一笔奖金吗？齐伟打算用来做一些小买卖，这样肯定比清洁工赚得多嘛。挺好。我们还打算用剩下的钱装修一下新房子。齐伟说家里是一定要安地砖的，一个是干净，二来屋里亮堂，地砖还能反光呢。是，反光。哦，对了，哥，你不是有事要说吗？你说。啊，那什么，那个新梅啊，怀孕了。真的呀？你可以呀！哎，爸妈知道了吗？小点声，还不知道呢。所以想跟你说什么呢？就是，我这开不了口。哎，你说呀。啊，就是，你看你能不能把那房子让给我和新梅？淑荣，你也知道，新梅嫁给我呢，受了不少委屈，也吃了很多苦，我就不忍心让她在这个环境里边生孩子坐月子，我实在是于心不忍，所以你看。哥，哎，
我这些年，我也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委屈的。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只要我们单位一给我分房子，我跟齐伟马上搬出去，把房子再给你们，好吗？陈国，这都这么晚了，你赶紧回屋睡吧。你一直抓着淑荣说话，你让他怎么休息啊？淑荣啊，你要是现在不困的话，我们聊一聊吧。我们俩能聊出什么好结果？我看大家还是回去睡觉吧。明天我起不来，你也不会帮我请假的。淑荣，其实咱们俩早就应该找一个机会好好聊一聊。我想跟你说说你跟齐伟的事儿。结婚嘛，是一个女人的终生大事。我想以嫂子的身份跟你聊聊，你就当给我这个机会好吗？听见了没有啊？听见了没有？别为孩子操心了啊，睡吧。关于你和齐伟的事儿，我有几点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。第一，齐伟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亲人，他要是跟你结婚的话，你就是他的知青。但是反过来说，一旦你们之间出现任何的状况，他无牵无挂的，没有任何外界的压力，完全可以一走了之，你就吃亏。齐伟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相信他。第二就是齐伟的身份，他坐过牢，是劳改犯。当然，你们现在是真爱至上，什么都可以不顾。可是你们要想到以后结婚了，他的这个身份会伴随你们一辈子，而且会成为你们生活当中一块巨大的绊脚石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就会把你们半个人仰马翻、鼻青脸肿的。所以我希望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，承受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。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好了。第三呢？第三就是我跟齐伟的关系。我知道我跟齐伟的过去，你多少会心存芥蒂，但是我希望你看到，一直以来我对齐伟的态度也是清清楚楚的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对齐伟早就没有任何感情，那真的是过去的事情。现在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眼里，只有你哥哥牛成国这一个男人。我希望你相信我。我是真没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些。我也没想跟你说这些，这是你哥的意思。他一直都很担心你，谁让你是他唯一的妹妹呢？一开始他也完全不同意你跟齐伟在一起，他怕你会吃亏。可是他也知道，你只认准了齐伟这一个男人，也没有办法，就只能祝福你，希望你幸福。
这些话是他让我跟你说的，他让我来劝你的。我只能说，我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为我考虑这么多。可是新梅，你知道的，我从17岁开始就爱上齐伟，这么多年，我只爱他一个人。所以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，我根本不会在乎的。那就好。不过作为过来人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吧，爱情和婚姻生活完全是两码事。女人总以为是嫁给了爱情，最后却被生活折磨。我一开始也是因为爱情啊，就跟着你哥跑到山上部队生活了。你哥才是真的吃了苦，他常年在山上执勤，就落下了风湿病。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，半夜都会被疼醒。我哥他有风湿病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他怎么可能让你知道？你哥人的脾气就是这样，有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，说出来只会让爸妈和你担心。但我是真心疼他，他要是还在这儿又冷又湿的老房子住下去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了。这样吧，只要我跟齐伟好好工作，我们俩很快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的。只要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我们马上就搬出去，把房子给你们，好吗？诗荣，你也知道这不可能。等你们分到房子，那得何年何月？就凭你还是凭齐伟啊？还是齐伟给你画的一张饼啊？他是不是跟你承诺很快就会有大房子住？我以前跟他谈恋爱那会儿，他也整天给我画饼，一会儿说以后要挣钱买个小汽车，一会儿又说带我去大城市生活，我们还说要环球旅行呢。赵新梅，现在跟齐伟在一起的人是我，现在他爱的人也是我。你们俩的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提起。好，我以后都不再提了，我就多说最后一句。你哥的关节现在已经开始有变形的征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肯定是会落下病的。你要是他妹妹，你就真心疼心疼他吧。我就是担心呢，这个赵新梅打房子的主意。咱们家女儿啊，从小她就单纯、善良，我就怕到时候她因为赵新梅几句好话，再动了心，把这房子让出去。可就是让，不也是让给他哥哥了吗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让给谁都一样。哎，你不喜欢让闺女跟咱们在一起啊？哎呀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赵新梅抢了咱们女儿的工作，现在她又想抢房子，她休想。只要有我在，这回就不能让她把咱们女儿再欺负了。
新梅怎么抢工作了？不是她自己考上的吗？哎呀，别没事找事儿了，睡觉。你知道什么？你根本就不了解具体情况，你太不了解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的事儿。不跟你说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欺负我妹妹，再欺负我妹妹，谁让我揍你！走，快带你他。来了，感觉今天有心事儿啊。七伟，我打算，我在想要不要把房子给我哥。你要把房子给赵新梅？为什么呀？我哥他关节炎犯了，再加上赵新梅她怀孕了。她怀孕了？为什么要把房子给他们呢？就算我反对。其实，我觉得你别觉得。赵新梅是什么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赵新梅。哎，你就算是把金山银山都给她，她照样觉得这事儿是她应该得的，这是她凭着聪明才智得来的。她觉得你依然是个傻瓜，是被她耍得团团转。你为什么要把房子给她呢？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可她现在不是怀孕了吗？再加上我家这情况你又了解，我再想想，还不一定呢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对了，你是不是要做小买卖啦？啊，货都已经寄完了。觉得不管怎么说，应该比扫大街能多挣点吧。我老觉得不是很踏实呀。我总得多挣点钱呢。我得让你过得好啊，我得让你比赵新梅过得更幸福啊。我就是不愿意你什么都要跟赵新梅比。不是要跟她比，那就好像你这城里扯布，对吧？扯布你总得找把尺子去量吧，去比着看你扯了多少布。那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运转的呀，你总得有个东西比对着，你才知道你别的事情干得怎么样啊。那刚好他就是那把尺子嘛，那我总得比较着，才能够让你知道你过得好啊。吃醋了？我才没那么小气。啊，小娇气包吃醋了？我没有，娇气包吃醋了？我没那么小气。
事儿没事儿，歇着，你歇着。紧的。淑荣，我来扫吧，你不还得忙着准备结婚的东西？哎，不用，让他干吧，这才哪儿是哪儿啊？下面他还得打扫新房呢。啊，那我擦桌子。哎呦，这还是你过门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你打扫卫生呢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妈，我之前工作太忙了。是啊，亏的是你呀，要不然现在忙的就不是你，而是我们家淑荣了。哦，对了，妈，我想起来，陈国还有件衬衣我没烫呢。陈国，你妈现在对我是越来越过分了啊！她现在是揪着我不放了，是吧？当初我是凭自己本事考进厂里的，有什么问题呀？哎，更何况我现在跟淑荣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，她升职我降职。你妈现在这个态度，那就是落井下石。行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。那个岁数大了，难免有时候说话呢就不中听。但是我妈呀，我妈这一直以来对你和淑荣都还是一视同仁的。是吗？你摸着你自己良心问问，你妈对我们真的是一视同仁吗？要一视同仁的话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新房子住啊？要是你妈真是一视同仁，行，你去跟她说，让咱们住新房子。新梅，你看你陈国。我跟着你吃苦受罪，我认，谁叫我是你媳妇儿？但是我不想我们的孩子也遭这份罪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行，我去，好吧？啊，别生气了啊。洗被单了啊，淑荣，水凉不凉？我帮你洗。不用，那我帮你打肥皂。不用。那行，我等你洗完，帮你晾去。我都说了不用了。行，那你看我能帮你干什么？哥，你好歹也是部队上堂堂的排长啊，你为了一个赵新梅，我看你这样我特别难受。淑荣，你哥我也有难处。哥，那你能不能也为我考虑考虑？我也有我的难处的。哎，淑荣，那我帮你洗了啊。我还真以为你是来找你妹要房子的，没想到是在这儿学雷锋做好事。不是，新梅，哟，哎呦，苏主任，启伟，哎，你辞职就是为了这个吗？哎，这清洁工怎么说也是靠劳动和汗水赚钱，你弄这套的资本主义的东西，才是不走正道。什么正道不正道的呀？哎，孙主任，您看看，家里缺点什么吧？这个袜子是纯。
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来看一看啊，这都是从正规渠道进的，都是正经八百的东西，价廉物美。爸妈，这2年我工作也攒了点钱，我想好了，这里边的钱啊，一半给你们俩，另外一半你就给我包红包当我的嫁妆就行了。不行不行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们不能花你的钱啊！你攒点钱挺不容易的。你嫁妆的钱呢，我们都已经给你攒好了啊！你放心吧，真好，放心吧啊！那个，叔荣啊，那个房子妈不是给你们了吗？嫁妆钱我看就算了。你还真别说啊，咱们俩结婚那会儿，那可真是什么都没有，更别说是房子了。就我一个姑娘家，还倒追成国呢，跑到山里头去找他，那图什么呀？什么都不图，就图能跟陈国在一起。没什么就没什么。是，所以那个妈，咱们是不是再考验一下齐薇啊？考验呐，那都是暂时的，谁不会装几天算呢？我认为吧，可以把这个想要的条件、达成的目的，那都摆在桌面上谈清楚了。要是行呢，就在一起；不行呢，就算了，省得日后啊发现和自己算计的不一样，再成天找别扭、闹矛盾。新梅，没事吧？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她不会是怀孕了吧？是，妈，您就体谅体谅新梅吧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他爸，这可是没想到啊！哎，你确定她是怀孕了？怎么早不怀晚不怀，单单这时候怀啊？这不会是为了抢房子吧？是不是？是，爸妈，你看你们说的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是真是误会新梅了，是吧？她怀没怀孕，那我还不知道。再说，您就不相信她的话，还不相信我呀？好，儿子，妈相信你啊，妈相信你。这怀孕了好啊，这可不能亏了我们家大孙子，是你说是吧？那房子的事儿，你就再想想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哎，啊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哎呦，哎，阿姨，生意好吗？好，特别好。我听说你辞了职，到这儿来卖东西，我想过来看看你。啊，我这儿争取早日让淑荣过上小康生活。那就好。啊，你能不能把这儿先收一下，跟我去一个地方？我有一个事情要告诉你，行吗？行啊，行啊，没问题。来。阿姨，这里是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托关系啊，把家里那套大的新房子换了2套小的，一套新一点，一套旧一点的房子。你看啊，新梅呢
她不是怀了牛家的后代了吗？我就跟她爸爸商量了一下，就把那套新点的房子呢，让他们俩住了，这套老一点的房子呢，就给你们住吧。真是委屈你们了。没有。等有了时间，有了机会，我再给你们换一套新的啊。哎呀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，不小。真的啊？那我还担心你心里头不高兴、不理解呢。哎呀，其实真要说起来，怪我没本事让淑荣住上更好的房子。那我们俩能有您给的这么大的房子，我觉得其实已经真的挺好了。我谢。七伟啊，你真是好孩子。你看我吧，我也是没福气，我没娶上懂事的儿媳妇儿，得了你这么个懂事的女婿，哎呀，我也算是有福气了。一个女婿半个儿嘛，是吧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是。没事，狼狈点，坐这儿。小心点啊！小心点儿，别磕着了啊！哎，放吧，我先上去，再往上搬吧。放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你们别把自个儿磕着了啊！慢点。哎，好嘞，好。哎，大哥，没事，你先往里去吧。成哥，你膝盖不好，你就别搬重的了，你去帮我倒杯水吧，热的啊。行，那慢点啊。往外去，往外走。现在是个孕妇。哎，你怎么出来搬东西来了？你这放着。不重这个。我跟你说了吧，你就别搬了吧，上里边歇着。去，里边歇。好。哎，你轻点，里面有东西。来，媳妇。好，水来。你那么烫啊？烫。你现在烫的是我，以后你烫的就是咱们儿子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我哪是？哎，房子真好看啊，这个看着才像是婚房啊。那也得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呀。哎呀，要我说，咱们这孩子生下来啊，第一个要谢的就是姑姑和姑父。你说要没你们，这孩子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吗？那都是咱们孩子命好，一出生就可以住好房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命就不好呗？那什么，这收拾差不多了，我简单啊做2个菜，你们俩就在这儿垫吧一口得了。啊，不用了，哥，我们也打算回去了，走吧。好，那行，那改天我都收拾好了之后过来了不得啊。改天我请大哥跟嫂子吃顿饭吧，过不了几天就是我跟淑荣大婚的日子，我请大哥还有嫂子一起见证一下我们俩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。那肯定去，我亲妹妹，送你们，我送你们啊，走啊。眼镜，哎，我眼镜戴上来，来，哎，
说的帅，老太太你就别带了，我带你说那儿，哎呀，这手后边不能比啊，这根本不能。哎呦，这小翠衫儿，赵总，这卡秋莎被戚薇抢走了，你心里是不是很难过呀？只要卡秋莎幸福快乐，嫁给谁我都没意见。把圣洁的雪莲花给采摘了，是吧？说上。喜梅啊，要不然今天你就别去了，婚礼人多，我怕再挤着你。我为什么不去啊？我可是当嫂子的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得去。那你要去，你挑一件稍微肥大点的衣服，因为你穿这个吧，确实挺漂亮，但是有点盖过殊荣的意思。哎，打扮漂亮还有错呀？我非得把自己弄丑了来衬托新娘子呀？我打扮的好看也是给你这面子呀。不光是我，你也得打扮的帅帅的。今天好多老朋友都在呢，我们可得体体面面的。行吧，挺帅的。走吧，走。他们干嘛呀？咱开始吧。不合适，不合适。牛成国和新梅是大哥大嫂，再等等吧。再等等吧。哎，来了！哎，你们赶紧！哎，淑荣，来，都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都到齐了，安静啊！这个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我受新郎也是我大哥齐伟的委托，充当一下司仪啦。掌声在哪里呀？下面请新郎跟新娘上场。淑荣。快点啊！那个，请新郎讲两句。那个下一个环节，下一环节，交换戒指。淑荣，你是我这辈子喜欢的第一个女孩，你是我生命中从来都没有熄灭过的火焰，你是指引我走出黑暗的光明。我爱你，我会爱你一辈子。亲一个。对，亲一个。刘英儿，你们喝的太少了。喝，今天我妹妹把自己嫁了，我真的特别高兴。怎么是你妹妹？是卡秋莎，你喝多了吧？卡秋莎那是开玩笑，我是保护淑荣，农场那些男痴青都配不上。子波，你不也没配上牛淑荣吗？真明
让你哥少喝点啊，我去上那边敬个酒，你也少喝啊。少喝点啊。就是。谁说我要配她了？她是我妹妹，我从小看着她长大。北大的高尔基都说过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。是。哎，来了。等会儿。魏然、刘英，你们为什么不把酒倒上？我喝一口。有了，来，哥们儿周了啊！你别太难受了啊，你会有幸福的。哎，咱们过去一趟，一会儿过来啊！快在那儿叫，你别太。小梅。别喝了。妹妹现实，他牛淑荣爱的是齐伟，他不爱你。你再怎么折磨自己，毫无意义。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新梅，你也是。齐伟爱过你，但是他现在呢，爱的是牛淑荣。他娶的也是牛淑荣，他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牛淑荣的身上。你对齐伟还这么念念不忘啊？毫无意义。喝酒有意义是吧？喝酒有意义是吧？哎，不是，小梅，干什么呀？陪我哥喝。小梅，怀着孕你干什么呀？高兴。让我哥喝高兴，你让我喝。你说你们兄妹俩，你这干什么呀？别喝，真是一家人。你说你今天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？没事儿，高兴。我一定会让你比他们过得都好。我一定会让你比他更幸福。我一定会让你比他幸福100倍，不是1万倍。好，比他幸福1万倍。一定要过得比他们都幸福，幸福1万倍。哎，子波，你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没事儿，昨天朋友结婚喝了点酒，头有点疼，没事儿。哦，年轻人喝酒有机智点，你呀找个老婆管着你，那就好了。老李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，工作都挺忙的。哎，我这么说你就不爱听啊？你呀老大不小了啊，再不走的话，好的姑娘都被别人抢走了。你准备打一辈子光棍啊？这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？您是派出所还是街道办事处？那么多工作您都忙完了，管闲事操闲心，您累不累？曹子波，你，怪不得老大不小的还找不到姑娘啊！就你这样，哪个姑娘对，没人肯要我，我笨蛋傻瓜，没有人要我，行了吧？赵子波，哎，你疯了你！
那我回来了，兄弟。老公，你发现我今天有什么变化吗？不是，新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看我哪儿不一样了？嘴有点红，上火了啊？不是的，现在女刊杂志都说女人擦大红的这个口红呢，特别的性感。老公，你说我今天性感吗？你就是不擦你也性感。老公，你快坐，我给你炖了那个牛鞭汤，4个小时炖好的，市场上就最后一根了，给我抢来了。坐着。你自己炖的汤啊？平时都是你照顾我，今天得我照顾你。老公辛苦了。还喝吧？你以后要喝什么汤啊？你跟我说，然后我给你做，你别，多喝点啊。啊。我就是让全世界知道，我赵新梅是最疼老公的。老公，我们去睡吧。我再喝两口。哎，走吧走吧，去睡会吧。不是你大白天睡什么觉啊？我困了嘛，你陪我一会儿吧。不是，等会儿，新梅，你不是想那什么吗？那我得批评你啊！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是不是？再说淑荣婚礼的时候，你都喝那么多了，咱得对孩子负责啊！没事的嘛，我们就去睡一会儿嘛。你这样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也冷静一下，我出去冷静一下。哎呀，不用，我们就小心一点就好了，没事儿。新梅，你就这样，你生完恢复完，我保证随叫随到。他们说这段时间真没关系的。不行，挺住啊！我看了书的。哎，挺住！陈果。我说赵子博呀，赵子博，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同事们对你的关心，你就当了驴肝肺了，活该你打一辈子光棍。人家老李吃饱了撑了，跟你有仇吗？人家说你是关心你，可你对老同志这种关心，你什么态度啊你？你早就应该好好反省反省。不知好歹，老李，这种年轻人就最可气。你喝点水，压压惊，消消气，就不能跟他客气，一定要给他深刻的教训。最起码，这个月的奖金。这个季度的奖金，他就1分钱别想拿了。老李啊，咱们单位现在的情况，你也知道，急需要这种高学历的人才，来提高总体素质。这个赵子博啊，毕竟是个大学生，天之骄子嘛。你想想看，他10年寒窗。拿到一个大学文凭，这本身就很不容易嘛。而且我们单位急需要这种人才，但是这种年轻人有时候就容易犯浑，意气用事，不把老同志放在眼里，这是不对的。不过作为我们老同志，宽宏大量一点，不跟他们一般计较。老李，是不是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？既然领导说让我原谅，我也不能计较起来没完。我嘛也是为了单位，这次就算了。你看看人家老同志什么样的觉悟，还不赶快向老李同志道歉？你，老李，看这样吧，我们也不跟他一般计较。年轻人呢，好面子，脾气又倔。你呀，先休息一会儿，
我继续批评他，教育他，好不好？学员，那我先走了。对不住了。小赵，你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呀？有一件事，本来我不打算现在告诉你的，现在我就告诉你，咱们单位准备挑2个年轻人去北京进修，回来之后，从里面挑1个人出来做科长。其实你的工作能力，领导是认可的。所以你就是其中的1个，你说你这是何必呢？既然在这个单位工作，你就得守这个单位的规矩，你明白吗？你必须得端正态度，要不然你就自毁前程。我跟你说这么多，你听进去了吗？主任，感谢您这么器重我，但是对不起，我要辞职。爸，回来了。哎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啊，我辞职了。什么？你辞职了？这么好的工作啊，你说不干就不干了？你跟谁商量了？你要干什么？哎呦，爸，您别生气，您听我跟您解释。您还记得魏然吗？魏然，从美国留学回来那个，我们商量好了，一起创业搞电子产品。爸，这可是正事儿。说实话，机关单位里那些迂腐的人，那些个规矩，我早就受够了，我不想伺候了。就你说的这个魏然，那个从美国回来的，整天把自己打扮的溜光水滑，你看那头发弄得一苍蝇落上去都能劈炸，那是正经人吗？啊，就是个皮包公司的骗子。你跟他一块创业啊，一块发疯吧。政府机关呐，多好的职业呀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铁饭碗，多少人削尖脑壳想往里钻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哎呦，爸，您别激动。魏然不像您说的那样，那是个正经干事、靠谱的人。机关单位，我压根儿就不是那里边的事儿。您说我的兴趣爱好是什么？不就是鼓捣这电子产品吗？现在有这么个机会，跟魏然一起把它变成事业，这是好事儿啊，爸。我反正以后就跟魏然一起干了。我认为这是我做出的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您就放心吧。你小子别后悔。